影剧可以下次再看，但并将如烟挽回爱情的决心不能错过。好看记得按赞关注。本片以读者视角来介绍。前世柳如烟害怕失去贺川，导致总是在感情上保持距离，以为这样就能让贺川一直追逐她，但贺川选择了和她离婚。结果柳如烟一气之下选择跟伊藤诚结婚，但她心里一直都希望贺川回来婚礼，哪怕在最后一刻他说一句跟我走，柳如烟也会毫不犹豫的跟他走。但没想到贺川已经死了，柳如烟那时候才知道自己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那一刻，柳如烟决定跟妈妈走一样的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没想到她竟然重生了，她决定重新把贺川追回。在一片迷蒙的雾气中，柳如烟感到自己被一股强烈的力量拉扯，仿佛要从梦中醒来。她的意识渐渐清晰，眼前的世界也从模糊转为具体。她睁开双眼，环顾四周，一切竟是如此熟悉，这是她曾经住过的房间。墙上的画，桌上的书本，甚至那个已经坏掉的时钟，所有的一切都静静地存在着，仿佛时间从未流逝。这是怎么回事？柳如烟坐起身，手轻轻抚过自己的脸，感受到肌肤的温度和柔软，却依然无法相信眼前的现实。她记得的最后一刻，自己已经死了。在她的记忆里，生命因为自我折磨与悔恨走向了终结。她对贺川的忽视与背叛，最终让她失去了一切。贺川已经离开了她，带着失望和伤痛离去，而她沉浸在无边的痛苦中，最终走向了不归路。但现在她重新回到了这一刻，是在他们离婚后的隔天。怎么会这样？柳如烟低语住，心中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是上天给了她一次重来的机会吗？是命运的安排？她无法解释，但她心中明白，这是她从未期望过的礼物。她猛地站起身，脚步匆忙地走向镜子。镜中的自己年轻而充满活力，眼神中不再是过去那种痛苦与悔恨，而是透着惊讶与期待。我回来了，她喃喃道，紧握着镜台的双手微微颤抖。这一刻，她的心跳急促，她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如果这真的是上天的恩赐，那么她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糟蹋一切，不能再重蹈覆辙。贺川还在这个时间点上，他还有机会挽回他。想到这里，柳如烟的心被一股力量充满，她的目光变得坚定。我绝不会再让你离开我，贺川，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留在我身边。柳如烟对住镜子中的自己发誓，她知道这条路不会容易，她犯下了太多错误，伤害了太多次贺川的心，要挽回他的信任和爱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与真心。然而他不再畏惧这一切，这是他最后的机会，而他绝对不会错过。柳如烟的脑海中开始飞速运转，她回想起了与贺川过去的点点滴滴，思索住自己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切。她知道无论是多大的阻碍，这次她都会拼尽全力。她走到窗前，阳光洒在她的脸上，仿佛给了她新的力量与希望。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感受到久违的生机。她不再是那个任性自私，只会为自己着想的女人。这一次她要用心去爱，去弥补过去的一切错误。贺川，等住我，她轻声低语，眼神中充满了决心。柳如烟开始无时无刻地关注贺川的动向，她在暗中追踪他的行踪，知道他每天上班的路线、午餐的地点，甚至在下班后去的健身房和酒吧。她不敢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接触机会。某一天，当她得知贺川与一位新同事夏瑶一起去喝咖啡的消息时，心中的嫉妒瞬间翻涌而上。她感到一股强烈的敌意，甚至无法自控。夏瑶年轻漂亮，笑容甜美，总是能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柳如烟心中无法抑制的怒火燃烧起来，这个女人不过是来抢我的，她的心中咆哮着，这股醋意让她的神经愈加紧绷。她不惜用各种方式试图揭露夏瑶的真面目，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暗中搜寻她的资料。对她而言，这不仅仅是嫉妒，更是一种危机感。柳如烟知道自己已经变得极度执着于贺川，她的生活几乎被他所占据。每当看到他和其他女性的互动时，她的心中都会产生不安与焦虑。这种情绪让她变得越来越偏执，甚至开始对贺川的朋友和同事产生敌意。她不喜欢任何可能威胁到她与贺川关系的人，尤其是那些看似对她有好感的女性。某天，柳如烟决定亲自去那家贺川经常光顾的咖啡店，心中怀着一丝希望，希望能在那里偶然碰到他。她穿着一身精心打扮的服装，脸上带着微笑，心中却充满紧张与不安。当她推开咖啡店的门，随即便看见贺川坐在角落，对面是那个名叫夏瑶的女子。柳如烟的心瞬间沉了下去，目光紧紧盯住他们。她心中燃起强烈的嫉妒和不安，情绪几乎要爆发。柳如烟努力告诉自己，不能让这些情绪左右自己。她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朝贺川走去。可就在此时，夏瑶笑着朝贺川轻身，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让柳如烟的心瞬间如刀割般疼痛。贺川，她试探性地叫了一声，语气带着一丝颤抖。贺川惊讶地抬起头，看到是柳如烟，神情中带着一丝惊讶。
却随即又陷入了冷漠。你怎么会在这里？柳如烟的心中一沉，但她不打算退缩。我刚好路过，看到你在这里，可以坐下来陪你吗？她强作镇定地问道，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贺川犹豫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柳如烟坐下，心中暗自高兴，这是他再次靠近她的机会。他们开始聊天，柳如烟小心翼翼地选择话题，试图引起贺川的兴趣。可是贺川的反应却冷淡如冰，话题也在瞬间变得尴尬。最近工作忙吗？他试图寻找共同点。还好。贺川简短的回应，似乎并不想多说。柳如烟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明白贺川的心已经对他关上了大门。他的计划未能成功，却也没有打算就此放弃。他想着还有很多机会可以重新赢得贺川的心，无论是用心去做每一件小事，还是重新建立他们之间的信任。回家的路上，柳如烟的心情沉重，但她依然坚定，她会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让贺川再次爱上她。柳如烟的心中无法平静，自从那天在咖啡店见到贺川和夏瑶在一起后，嫉妒和不安像一团浓烟一样笼罩着她的心。她无法停止想象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一想到贺川可能对其他女人有好感，她就感到全身都在燃烧。不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柳如烟暗自告诉自己，心中的占有欲愈加强烈，她无法容忍任何其他女人靠近贺川，这是她的贺川，她必须保护他，无论如何。几天后，柳如烟再一次决定暗中跟踪贺川，她想看看他最近是否还与夏瑶来往。她仔细观察贺川的行程，发现他要去市区的一家餐厅，心中一股不安涌上来，她迅速决定跟上去。当柳如烟悄悄走进餐厅时，她远远地看见贺川正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前，对面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那个女人看起来温柔得体，长发披肩，气质出众。柳如烟的心瞬间被一股强烈的嫉妒所吞噬，她立刻认为这个女人就是贺川的新女友。又是她！柳如烟的心中响起一个声音，她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那天咖啡店里夏瑶的身影，嫉妒与不安再次燃烧。柳如烟心中充满了愤怒与委屈，觉得贺川在背叛他们曾经的感情。她强压住内心的激动，迅速走到贺川的桌前，故作镇定地站在那里。贺川，你在这里啊？贺川抬起头，惊讶地看住他，神情中透露出一丝尴尬。如烟，你怎么会在这里？柳如烟强忍住内心的怒火，脸上挤出一丝微笑，目光却紧紧盯着那个女人。我刚好路过，看到你在这里。这位是？那个年轻女子微微笑了笑，礼貌地点了点头。我是贺川的表妹，陆佳。表妹？柳如烟的心中猛地一震，脸上的笑容僵住了。这不是夏瑶，她也不是贺川的新女友，而是他的表妹。刚才那一瞬间，所有的嫉妒和敌意尽是误解，他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内心的尴尬让他无法冷静下来。贺川看出了柳如烟的失态，无奈地笑了笑，对啊，这是我表妹陆佳，今天她来找我聊一些家里的事情。柳如烟的脸颊渐渐泛红，感到羞愧不已。她刚才的行为太过冲动，完全被自己的嫉妒所左右。她强作镇定，微笑着对陆佳说，对不起，刚才我还以为……啊，真是不好意思，误会了。陆佳友好的笑了笑，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礼貌的回应，没关系，我们只是普通的家人。柳如烟的内心却并不那么轻松，表面上她笑着道歉，内心却依然翻滚着复杂的情绪。她虽然得知这是贺川的表妹，但内心对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性依然存有敌意。即使是表妹，她依然不希望有其他女人和贺川走得太近，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柳如烟在心中暗自警告自己，她不允许任何人威胁到她和贺川之间的关系，无论那个女人是谁。与贺川和陆佳道别后，柳如烟心中依然感到不安。她知道自己过于在乎贺川，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她嫉妒着每一个靠近她的人，无论他们是谁，这种占有欲让她无法自拔。她知道这样下去会变得更加危险，但她无法控制这种情绪。走在回家的路上，柳如烟的心情复杂。她明白自己必须冷静下来，不能再这么冲动和嫉妒，否则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痛苦。她暗自发誓，无论发生什么，她都要守护住贺川，不会再让任何人威胁到他们的关系。直到某天，那是一个平静无奇的下午，柳如烟坐在窗边，心里充满了对贺川的思念与不安。她最近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紧张，但内心的焦虑却始终无法消散。无论她怎么尝试，心中那股强烈的占有欲总是缠绕着她，让她无法真正平静下来。突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出一个不熟悉的号码。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通了电话。您好，请问您是贺川的家属吗？电话那头传来冷静的声音，柳如烟的心猛地一沉。我是他的妻子。怎么了？她急切地问道，声音不自觉地开始颤抖。这里是市立医院，贺川先生刚刚在工作中发生了一场意外，目前正在急诊室接受治疗，情况还算稳定，但我们建议您马上赶来。
柳如烟的脑海瞬间一片空白，手机差点从她手中滑落。她用力握住，心中充满了恐惧。贺川，怎么会？她来不及多想，迅速抓起外套，匆匆忙忙地冲出家门，心跳的几乎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她不断在心里告诉自己，贺川一定会没事的，但这些话无法缓解她内心的惊慌与焦急。赶到医院时，柳如烟的全身都在发抖。她冲向急诊室，眼睛四处寻找，终于看到贺川躺在病床上，额头缠着纱布，手臂上还打着石膏。她的心瞬间揪紧，几乎快要无法呼吸。贺川，柳如烟顾不得周围的医护人员，迅速冲到他的床边，紧握住他的手。贺川虚弱地睁开眼睛，看到柳如烟，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他显得非常疲惫。你怎么样？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柳如烟的语气中充满了焦虑。他用力握着贺川的手，不停地问住，他的心跳得异常急促，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一名医生走了过来，轻声对柳如烟说，贺川先生目前情况稳定，受了点轻伤，没有生命危险，您可以放心。但是他需要休息。话音未落，柳如烟突然转头瞪着那位医生，眼神中闪过一丝敌意。你确定他真的没事吗？是不是你们疏忽了什么？他看起来很虚弱。医生愣了一下，随即耐心解释道，夫人，请您放心，我们会尽全力照顾他。您也可以随时跟我们确认情况。柳如烟的心里依然充满了不安，她开始对医护人员产生怀疑。她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全力照顾贺川，甚至开始幻想有人会趁机对贺川不利。她无法承受失去贺川的风险，任何一点危险都会让她彻底崩溃。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柳如烟喃喃自语，紧紧握住贺川的手，不肯放开。此时，护士走过来准备检查贺川的伤势，柳如烟却立刻挡在床前，表现出一副防卫姿态，冷冷地看住他。你要干什么？护士一时不知所措，愣了一下才解释，我只是过来帮贺川先生做例行检查，不需要了，我来照顾他就好。柳如烟语气冰冷，眼神充满敌意，似乎不信任任何人。贺川见状，微微皱眉，感觉到柳如烟的行为有些异常。他虚弱地开口，如烟，让他们来，我没事的。不行，我不能让别人靠近你。柳如烟几乎是喊出来的，她的声音充满了恐惧和焦虑。贺川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虽然他知道柳如烟是在关心他，但这样的举动让他感到不安。他感觉到柳如烟的执着已经超越了正常的范围，他对周围的医护人员充满了敌意，仿佛认为每个人都是他的敌人。最终，在医护人员的劝说下，柳如烟才勉强让开，让护士进行检查。但他依然站在床边，目光死死盯住护士的一举一动，生怕出现任何差错。当护士离开后，柳如烟再次坐到床边，紧握着贺川的手，眼中满是泪水。我真的害怕，我不想失去你。贺川轻轻叹了口气，虽然他对柳如烟的关心心存感激，但他过度的反应和极端的行为让他感到压力。他知道柳如烟的情绪已经陷入了一种不可控的状态，而他该如何面对她，依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贺川的受伤让他不得不在医院中多留几天，对柳如烟来说，这是他渴望已久的机会，可以重新接近贺川，照顾他，并让他明白自己是多么爱他。尽管贺川并未表示想要他留下，但柳如烟依然固执地守在他的病床旁，寸步不离。在医院里，柳如烟变得更加依赖贺川，她紧紧跟随着他的行动，连他去检查或短暂休息，她也要陪伴在旁。一旦贺川短暂离开，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焦虑与不安，甚至会向医护人员询问他具体的动向，生怕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天，贺川正准备接受日常检查，柳如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焦虑。你要去哪里？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安。只是一个例行检查，半小时就回来了。贺川平静地回答，但他能感受到柳如烟的紧张。不行，我要陪你去。柳如烟坚定地说，眼神中带着一丝慌乱。如烟，我不会有事的，只是个检查。贺川柔声安抚，但柳如烟依然坚持要跟住他。他无法忍受和他分开，哪怕是片刻。最终，柳如烟还是强行跟住去了检查室。在一路上，他始终紧紧握住贺川的手，仿佛只要稍有松手，贺川就会从他的世界中消失一般。贺川的脸上露出无奈的神情，但也没有多说什么。回到病房后，贺川试图让气氛轻松一些，他回忆起他们曾经的一些往事。还记得我们之前去旅行的时候吗？那次露营，结果你的帐篷漏水了，还怪我没选好地点。柳如烟微笑了一下，脸上露出些许回忆的神情。是啊，那时候的我们好像无忧无虑。他的笑容带着一丝苦涩，显然他也明白这段回忆中的甜美已不在。是啊，那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做很多事情，什么烦恼都没有。贺川的语气柔和，但话语间透出一种距离感。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对吧？柳如烟的语气突然变得急切，眼中闪过一丝焦虑。我知道我犯了很多错误，但我已经改变了，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这次
我不会让任何人破坏我们的关系。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暗示性的威胁，让贺川的眉头微微皱起。他清楚柳如烟在努力挽回他，但这种过度的黏住和他强烈的占有欲让他感到压力倍增。他不想让他难过，但他也无法忽视他的异常行为。如烟，我知道你在努力改变，但是有些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回到从前的。贺川语气平静，却有些疏远。他试图用温和的方式让柳如烟明白，他们之间的问题并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你在说什么？柳如烟的眼神变得锋利起来，她突然靠近贺川，声音低沉而急促。你还在怪我，对不对？怪我以前不懂得珍惜你，怪我总是忽视你，但这次我不会再犯错了，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决绝，让贺川心中一阵不安。他知道柳如烟并非在开玩笑，他的占有欲和嫉妒心已经达到了极端，这让他不知该如何应对。如烟，冷静一点，贺川轻声说道。他试图让他回到理智的状态。没有人要把我从你身边带走，只是我们需要时间来修复这段关系。柳如烟依然死死盯住他，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渴望得到他的认可和爱，但同时他心中深处的恐惧让他无法真正放松。他害怕失去贺川，这种恐惧如同一条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着他的心灵。最终，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语气稍微缓和下来。对不起，贺川，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贺川无奈的点点头，内心却依然充满了疑虑。他爱过柳如烟，但他也无法忘记之前柳如烟做出各种伤害他的事情。柳如烟再次坐回病床边，握住贺川的手，语气变得柔和起来。我们会没事的，贺川，我会努力让一切变好，我会让你重新爱上我，就像以前那样。贺川的心中五味杂陈，他无法对柳如烟的话做出回应，只能静静地望着天花板，思索着两人之间的未来。自从贺川受伤住院以来，柳如烟一直守在他身边，两人相处的时间比以往多了许多。虽然贺川依然对他保持距离，但两人之间的气氛比过去稍微轻松了一些。一天晚上，病房里的灯光昏暗，两人静静地坐在一起，柳如烟靠在病床旁，握着贺川的手，房间里只有仪器运作的轻微嗡嗡声。外面的世界很安静，仿佛一切都暂时停止了。这种沉静让柳如烟不禁回忆起他们曾经的点滴。贺川，柳如烟打破了沉默，声音有些柔弱。你还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吗？贺川轻轻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那段时光虽然美好，但在他心里已经变得遥远。现在的他不愿再轻易触碰那段回忆。柳如烟却继续说下去，眼神中闪烁着些许温柔与怀念。那时候我们无论去哪里都会手牵手，仿佛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你总是带着我去尝试新的东西，记得我们第一次去爬山吗？我抱怨累得走不动，但你一直牵着我，说只要我们一起就能到达顶峰。他轻笑了一声，眼中带着一丝泪光。其实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有你在，我就不会害怕。可后来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总是忽略你，总觉得你不会离开我，所以我把自己当成了唯一重要的存在。贺川依然沉默，但他能感受到柳如烟话语中的真诚。这些话是他从未听过的。柳如烟的坦白让他有些意外。我真的很后悔，贺川。柳如烟低下头，声音带着颤抖。我知道我伤害了你，那些年里我总是把你推得越来越远，可是我后来才明白，你才是我真正不能失去的人。贺川微微皱眉，这样的坦白是他从未期望过的。柳如烟一向是那种自我中心的女人，极少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然而这一刻，她表现出的脆弱与悔恨让他无法忽视。我一直以为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直到你真的离开了我才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好好珍惜你。柳如烟的语气低沉，眼泪开始顺住她的脸颊滑落。这些年里，我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我一直以为问题在你身上，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是我自己不懂得珍惜。贺川没有说话，但他能感受到柳如烟的诚恳。他对她的情感本来已经被伤害与失望所覆盖，但这一刻，柳如烟的话让他内心微微动摇。他想起了他们曾经的美好时光，曾经的欢笑和共同经历的艰难。那时的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一起面对。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可能已经太迟了。柳如烟抹去脸上的泪水，眼神中充满了懊悔。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真的后悔。我知道你可能不会再相信我，但我现在已经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只顾自己的人了。我想要重新开始，想要重新赢得你的信任。贺川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对柳如烟的爱曾经是那么深，但这些年的伤害和失望让他难以再相信她。然而柳如烟的话让他看到了一丝真诚的改变，这种改变让他无法完全忽视。如烟，贺川终于开口，声音中带着一丝犹豫。我承认，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坦诚。柳如烟的眼中闪过一丝希望，急切地问道，那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会努力改变，我想让你看到，我真的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贺川沉默了几秒钟，最终轻轻叹了口气。我不能马上回答你，我需要时间。
柳如烟的心虽然微微一沉，但她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贺川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拒绝她。她感受到了一丝希望，无论多么渺小，她都愿意抓住这个机会。我明白。柳如烟轻轻点头，语气中带着决心。我会用行动来证明，我这次真的不会再让你失望。贺川没有再说话，但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他内心依然矛盾，虽然柳如烟的改变让他感到意外，但他不确定这是否能够彻底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心中的防线已经开始动摇。那天夜里，两人都没有再多说话，但他们之间的沉默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距离与冷漠。柳如烟的真诚让他们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切或许只是个开始，但对柳如烟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机。经过住院期间的相处，柳如烟觉得她与贺川之间的气氛有所缓和。虽然贺川还没有完全打开心扉，但他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决定主动邀请贺川出去吃饭，希望能借此机会进一步拉近两人的距离。这一次，他选择了一家简单的餐厅，不是过去那种奢华的高档餐厅，而是一间气氛温馨朴实的小店。他希望用这样的环境让贺川感受到他的真诚，并打破两人之间的隔阂。当天晚上，柳如烟精心打扮，却保持了低调的风格。她穿着一件柔和的衬衫和牛仔裤，没有过多的装饰，让她看起来更加亲切。当她到达餐厅时，贺川已经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低头看着菜单。等很久了吗？柳如烟微笑着走过去，语气温柔，试图让气氛变得轻松。贺川抬起头，微微一笑，并不算热情，但也没有拒绝。没有，我刚到。柳如烟坐下后，四处环顾了一下这家简单的小店，桌上的摆设简朴但温馨，让人感觉轻松自在。她心里默默希望，这样的环境能让贺川也放松一些。这里的菜很不错，之前我听朋友推荐过。柳如烟努力找话题，语气轻快。确实看起来不错。贺川简单回应，似乎并没有特别的兴奋。两人点了几道菜，随后陷入了一阵沉默。柳如烟暗自感到有些焦虑，过去的她从不担心这种沉默，因为她总觉得自己掌控一切，但现在她极力想让两人之间的对话变得自然些。还记得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餐厅吗？柳如烟突然问道，试图唤起过去的回忆。贺川抬起头，微微点头。记得，那是我们约会的地方，你每次都会点同样的菜。柳如烟笑了笑。是啊，因为你总说那道菜是他们店里最好的。我当时还想，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信你了。贺川没有再接话，但脸上的表情稍微缓和了一些。柳如烟看出他的内心并没有那么抗拒，于是他继续温柔地说着过去的点滴。然而，虽然话题轻松，但柳如烟的眼神始终紧盯着贺川，仿佛他是他唯一的焦点。每当贺川低头看手机或稍微转移注意力时，他的目光就会立刻追随过去，生怕他会从他的世界中溜走。这种过度的关注让贺川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一边吃饭，一边感受到柳如烟目光的压力，内心渐渐产生一种不安。他知道柳如烟是真诚的，但他的过度关心和执着却让他感到无形的压力，仿佛每一个动作都在被他审视。吃饭的过程中，柳如烟变得异常体贴，他不断询问贺川是否需要什么，帮他夹菜，甚至连水杯快要空了，他都立刻去帮他倒满。这些看似贴心的举动却让贺川感觉到了某种沉重，仿佛柳如烟无时无刻不在试图讨好他。你不必这么照顾我，我可以自己来。贺川终于忍不住开口，语气虽然平和，但透出一丝疲惫。柳如烟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语气中带着一点紧张。我只是想对你好，以前我总是忽略你，现在我想补偿。我明白你的心意，但我们可以放轻松一点，不需要这么刻意。贺川抬头看住他，目光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感。他并不想责怪他，但他知道，如果柳如烟一直这样过度关心，这段关系只会让他感到更加窒息。柳如烟听到这些话，心中感到一丝不安。他害怕自己做的还不够，害怕贺川依然不会真正回心转意。但他深知自己必须让贺川感受到他的真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自私。晚餐结束后，柳如烟和贺川走出了餐厅，夜晚的微风轻轻拂过他们的脸庞。柳如烟依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贺川之间的对话，但他的眼神中依然充满了期待。今天谢谢你愿意出来跟我一起吃饭，柳如烟轻声说道，眼中闪烁着期盼的光芒。贺川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不客气，我也很高兴我们能这样安静地聊聊。柳如烟内心虽然还是有些忐忑，但这次的晚餐让她感觉到了一丝进展。她知道贺川的心还没有完全打开，但至少他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对她保持完全的冷漠。晚餐结束后，柳如烟与贺川并肩走在夜晚的街道上，微风轻轻吹拂着他们的脸庞，街灯下投射出两人的影子。起初两人还聊着一些轻松的话题，柳如烟努力让气氛保持轻松愉快，但她却渐渐察觉到贺川变得沉默。他不再回应她的问题，目光也显得有些游离，甚至走路时刻意与她保持了一点距离。
柳如烟的心猛地一沉，一种熟悉的焦虑感瞬间涌上心头。她开始敏感地察觉到贺川的变化，仿佛他正在慢慢退回到那道冷漠的墙后，将他排斥在外。贺川，你还好吗？柳如烟试探性地问道，声音里透出一丝不安。我没事。贺川的语气冷淡而简短，眼睛没有看向他。这一简单的回应让柳如烟的内心骤然崩塌，她立刻感到一股深深的沮丧，仿佛刚刚建立的那点微弱联系瞬间消失不见。她强忍住心中的失落，试图再一次打破这股沉默。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我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柳如烟急切地问，语气中带着一丝焦虑。贺川停下脚步，淡淡地看了他一眼，眉头微微皱起。没有，我只是有点累。这句话并未给柳如烟带来安慰，反而让他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和不安之中。他总觉得自己一定是做得不够好，或是说错了什么，让贺川重新变得疏远和冷漠。他内心的焦虑愈加强烈，过去的错误和懊悔不断涌上心头。可是，你看起来不像是只累了。柳如烟的声音变得更加急促，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如果你对我有什么不满，请告诉我，我真的会努力改变。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让你失望。贺川的表情依然没有太多变化，他似乎对柳如烟的情绪波动感到有些疲倦。他明白他是在竭力表现自己的真诚，但这样过度的关心和焦虑只会让他感到压力。如烟，这不是你的问题。贺川终于开口，语气冷静而疏远。我现在只是需要一些空间，你不要太过在意。空间。柳如烟听到这个词，心中的不安瞬间放大，她的手指微微颤抖，努力压抑着自己情绪的失控。她开始自责，认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才让贺川再次退缩，才让他需要所谓的空间。我只是想对你好，想让你看到我是真的改变了。柳如烟的声音变得哽咽，她感到深深的无力感。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贺川微微叹了口气，看住柳如烟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感。如烟，我知道你在努力改变，我也看到了你的真诚，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下子能改变的。我需要时间，我们之间也需要时间。这些话像是重锤一样敲击着柳如烟的心，她的理智告诉她，贺川说的话是对的，关系的修复需要时间。然而情感的漩涡让她无法冷静下来，她深深地爱住贺川，害怕再次失去他，这种恐惧已经渗透到她的每一个思维和行为中。她无法抑制内心的失落与焦虑，眼泪不自觉地开始涌出。她捂住嘴，想要止住这些情绪的外露，但内心的压力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只是想挽回我们之间的关系。柳如烟抽泣住说道，眼神充满了恳求。我不想再失去你了，贺川。看到柳如烟这样崩溃，贺川的心里闪过一丝不忍。他知道柳如烟是真心想挽回，但他的这种焦虑与过度的反应让他感到负担。他深吸了一口气，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如烟，你先冷静一下。贺川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语气中带着一丝温和。我不会走，只是我们都需要冷静下来，这样才有可能慢慢修复关系。柳如烟用力点了点头，却依然无法止住泪水。她感觉自己彻底陷入了情绪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她想挽回贺川，想让一切回到从前，却发现越是努力，贺川似乎越是疏远。回到家后，柳如烟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心情沉重。她不断回想起刚刚的对话，开始责怪自己，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才让贺川无法完全接受她。这些负面的情绪让她陷入了自我否定的循环中。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好？柳如烟低声自语，内心的痛苦像无边的黑暗一样吞噬着她。她深知自己必须冷静下来，不能再让焦虑与不安控制自己。但每当她想到贺川的冷漠，她的内心就像被巨石压着，无法呼吸。柳如烟的心情在最近的日子里变得愈加沉重。虽然她依然试图靠近贺川，试图挽回他对她的信任，但贺川的冷淡和疏远让她心中的焦虑与痛苦无法抑制。每当她陷入自我怀疑时，她总是无法忘记一个关键人物伊藤诚。伊藤诚这个名字对柳如烟来说像是毒刺般深植在她的内心。过去，伊藤诚是她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阴影，总在她与贺川的婚姻中扮演着某种破坏性的角色。即便现在，她依然无法摆脱伊藤诚给她带来的创伤。她深信伊藤诚是她与贺川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某天，柳如烟无意间听到了关于伊藤诚的计划。据他的商业伙伴透露，伊藤诚正在筹划一项新项目，打算借此大举扩展他的家族企业。这个消息瞬间点燃了柳如烟内心积压已久的怒火。她无法忍受这个曾经破坏她婚姻的男人继续顺风顺水的生活，尤其是在她努力挽回贺川的过程中。伊藤诚，柳如烟喃喃自语，心中的怨恨像烈火般燃烧。她的眼神变得阴沉，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这一次，她要反击，她要让伊藤诚付出惨重的代价。她开始计划自己的复仇。作为一名商业领袖，柳如烟手握不少资源，她决定要从伊藤诚的经济命脉下手。她开始调查伊藤诚的资金来源和投资网络，找出他依赖的财务管道。
并策划切断这些关键的资金来源。如果他想要扩展他的家族事业，那我就让他的事业彻底崩溃。柳如烟的内心充满了复仇的快感，他越来越沉迷于这种计划中。他幻想着伊藤诚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打击的样子，幻想着他因为失去一切而痛苦不堪的模样，这让他感到一种病态的满足。他联系了一些商业上的盟友，并开始暗中进行一系列的动作。他透过影响市场操作，逐渐打击伊藤诚的项目融资。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阻止任何想与伊藤诚合作的投资者，让他的计划陷入困境。这只是刚开始，柳如烟对自己低语，他知道这一切才只是他复仇的第一步。他要让伊藤诚失去更多，让他体验到彻底的失败。在这段时间里，柳如烟的行为变得愈加极端。他不仅专注于打击伊藤诚，甚至开始幻想如何让他在社会地位和个人声誉上也彻底崩溃。他逐渐沉迷于这种复仇的念头，每天脑海里都充斥着报复的画面。这种复仇的执念逐渐变得病态，甚至让他的生活失去了平衡。柳如烟不再关注其他事情，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对付伊藤诚上。他时常熬夜查阅伊藤诚的资料和动向，并策划下一步的行动。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伊藤诚的愤怒与仇恨，这种情感已经开始吞噬他的理智。一天晚上，柳如烟再次彻夜未眠，他不停地在脑海中构思如何进一步打击伊藤诚。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从这种报复的快感中抽离出来，即便他知道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他也无法停止。他走到镜子前，看住自己疲惫而又冷酷的面容，心中一阵恶寒。他知道自己变了，变成了他过去从未想象过的模样。他的生命中充斥着仇恨和怨念，这些负面情绪让他的内心逐渐扭曲。然而，即使如此，柳如烟依然无法放弃复仇的计划。他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鹤川，为了替他报仇，为了让他重新回到他身边。他相信，只要能够击垮伊藤诚，他与鹤川之间的障碍就会彻底消失。我会让他一无所有，这是他应得的。柳如烟的眼神中闪烁出决绝的光芒，他对这场复仇已经无法自拔。柳如烟的报复计划开始逐渐展开，随着他暗中打击伊藤诚的资金链，伊藤诚的新项目渐渐出现了问题，原本准备充足的融资突然被终止，合作伙伴也纷纷取消合约，整个项目陷入了混乱之中。伊藤诚开始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他无法理解为何事情会突然变得如此糟糕。他的家族企业也因为项目的失败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甚至连银行也开始对他们的贷款申请犹豫不决。一连串的打击让伊藤诚变得焦躁不安。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伊藤诚低声咒骂，心中充满了愤怒与困惑。他四处寻找线索，试图找到背后的主谋，但柳如烟的行动非常隐蔽，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与此同时，柳如烟对伊藤诚遭遇的每一个挫折都感到一种病态的满足。他逐渐加大对伊藤诚企业的攻击力度，联系更多的商业伙伴，施加影响力，确保没有人敢伸出援手。他不仅要让伊藤诚失去经济上的支持，还要让他在商界的名声彻底毁掉。这还远远不够，柳如烟喃喃自语，内心的复仇渴望愈加强烈。他开始幻想着伊藤诚因为无法承受这些打击而崩溃的画面，这种想象让他内心充满了快感。某天，柳如烟得知伊藤诚准备参加一场重要的商业峰会，这场峰会对于他目前的企业情况至关重要。如果他能在会上赢得新的投资和合作伙伴，也许他还有翻身的机会。柳如烟决定不让这个机会落入伊藤诚手中，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迅速打听到参加峰会的投资者名单，并秘密联系了几位重量级投资者。他通过各种手段威胁或利诱这些投资者，让他们在峰会上刻意冷落伊藤诚，甚至公开质疑他的企业能力。在峰会当天，伊藤诚穿着一身精致的西装，神情虽然略显焦虑，但他依然试图保持镇定。他走进会场，对身边的商业大亨们打招呼，试图寻找合作的机会。然而，当他开始进行演讲时，台下的反应却异常冷淡。几个关键的投资者刻意回避他的眼神，甚至在他发言后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质疑，直接攻击他的商业模式和资金状况。你们的资金链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怎么让我们相信你们能够有效运营这个项目？一名著名的投资者冷冷地问道，让伊藤诚当场无言以对。整场峰会对伊藤诚来说成了一场灾难，所有他曾经信赖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现在都纷纷对他避之不及，没有人愿意再与他合作，他彻底陷入了绝望。当天晚上，伊藤诚回到家中，心中充满了挫败感。他坐在办公桌前，看住一堆无法解决的问题，内心一片混乱。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伊藤诚喃喃自语，拳头紧握，心中满是愤怒与无助。而此时，柳如烟正坐在自己的家中，端出一杯红酒，透过手机屏幕看住峰会的报道。当他看到伊藤诚失败的新闻时，嘴角不由自主地扬起了一抹冷笑。这就是你应得的，伊藤诚。柳如烟低语，内心的仇恨与快感交织在一起。随着伊藤诚的事业逐渐崩塌，柳如烟的复仇也达到了新的高潮。
柳如烟的复仇计划逐渐达到了顶峰，伊藤诚的事业接连失败，财务状况已经难以为继，他的投资者纷纷撤资，合作伙伴切断了联系，而家庭事业的核心项目也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陷入停滞。这一切的崩塌让伊藤诚深陷绝望。对于柳如烟来说，这本该是一场胜利，他成功摧毁了伊藤诚的未来，让他无法再骚扰他和鹤川，甚至彻底失去了在商界的立足之地。然而他内心的满足却逐渐被一种病态的执念所取代，他开始觉得仅仅是毁掉伊藤诚的事业还不够，他想看到他彻底崩溃，彻底无法翻身。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商业上击垮他，于是他决定进一步操纵他的人生。柳如烟通过一些秘密渠道获得了伊藤诚的私人资料，他开始针对他的个人生活发动攻击。他找到了伊藤诚的家人、朋友，甚至他的员工，通过各种方式挑拨离间，让伊藤诚的社交圈彻底孤立他。伊藤诚的生活变得每况愈下，他曾经的朋友纷纷远离，家人对他的事业失败感到失望，员工因为公司资金的问题离开他，孤立无援的他深陷在无法摆脱的困境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支持和依靠。柳如烟无情地推动着这场毁灭，他通过各种手段散布谣言，让伊藤诚的个人名誉受到严重损害，他甚至伪造了一些财务丑闻，让他在社会上彻底声名狼藉。伊藤诚的精神逐渐崩溃，他不再有任何解决问题的途径，每天都被压力和痛苦折磨住，夜不能寐。他开始酗酒，试图麻痹自己逃避现实，但这只能让他的精神状态更加恶化。某天深夜，伊藤诚独自坐在他破败的公寓里，房间里一片狼藉，桌上摆满了空酒瓶，他的眼神空洞，内心被无尽的绝望所吞噬。他看住桌上的一份文件，那是他最后的资产清单，几乎已经所剩无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无助与悔恨。他不明白，曾经风光无限的自己，为何会落到这般田地。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柳如烟的名字，他隐约感觉到，他背后一定在操纵住这一切。然而，这一切都已无法改变。伊藤诚感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他无法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也无法接受自己彻底失败的人生。就在这时，手机突然震动了，他拿起手机，看到了一条匿名的简讯，这是你应得的，你毁掉了别人的人生，现在轮到你了。伊藤诚的手一阵颤抖，简讯让他彻底崩溃，他无法再忍受这种持续的折磨与压力，脑中闪现着一个可怕的念头，结束这一切，让所有的痛苦和折磨戛然而止。他站起身，走向阳台，外面的世界依然繁华喧嚣，灯火通明，然而在伊藤诚眼里，这一切都已经与他无关。他站在阳台边缘，低头看住脚下的深渊，眼神中带着绝望与无力。也许这是唯一的解脱，伊藤诚轻声自语，泪水无声地从他的脸颊滑落。最终他做出了决定一个彻底结束这一切的决定。翌日早晨，新闻报道了伊藤诚的自杀事件，商界曾经的风云人物最终在一场连续的打击中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新闻中提到，伊藤诚因为事业上的重大挫折，并且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无法承受而跳楼自杀。当柳如烟看到这则新闻时，眼神镇定，像是预料之中，他心里想着活该，谁叫你前世害我也走向自杀的结局。伊藤诚的死讯让鹤川感到震惊，尽管他对伊藤诚的死有些不知所措，但更让他困惑的是柳如烟的变化。伊藤诚都已经死了，他竟然没反应，他以前不是很爱伊藤诚吗？才跟我离婚，自从伊藤诚事件以来，柳如烟的行为变得愈加极端，他的情感也更加集中在他身上。这种转变让鹤川内心愈发挣扎。一方面，鹤川能够感受到柳如烟的付出与改变，她已不再是过去那个自私而冷漠的女人。他试图用行动表现出对她的爱与关心，这一点鹤川无法忽视。另一方面，柳如烟的行为却变得异常强烈和不安，他无时无刻不在她身边，对她的关注过度，让她逐渐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某天，鹤川正准备出门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柳如烟突然走到他身边，坚持要陪他一起去。你去办公室，我也跟住去。柳如烟语气坚定，眼神中透着一丝焦虑。鹤川有些无奈，轻轻推辞道，这只是例行的工作会议，不用麻烦你。不行，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柳如烟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焦急，仿佛他无法接受与鹤川短暂的分离。鹤川眉头微皱，感到他的这种执着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如烟，我只是出去几个小时而已，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可以留在家里，等我回来。柳如烟的目光闪过一丝不安，她低声道，可是如果我不在，你会不会又像以前那样离开我？听到这句话，鹤川心中一阵激动，他知道柳如烟害怕再次失去他，但他这种过度的依赖让他感到窒息。他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如烟，我不会离开你，我只是需要一些空间来处理工作。柳如烟依然紧盯住鹤川，眼神中满是恳求。我真的不想离开你，鹤川，我只是想让你感受到我的爱，我想让你知道，
我现在只想对你好，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过去的错误。贺川听着柳如烟的话，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无法否认柳如烟的真诚，他的努力让他感动，但同时他的这种极端付出却让他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他用过度的关心试图填补他们之间的裂痕，却忽略了这种方式只会让他感到更加疏远。几天后，贺川回到家，发现柳如烟已经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他穿着精致的衣服，化了淡妆，微笑着迎接他。我今天特地为你做了这些菜，都是你最爱的。贺川坐下来，看住满桌的佳肴，心中却没有太多食欲。他知道柳如烟是想通过这些细心的照顾来表达他的爱意，但这样的过度关心让他无法轻松面对。晚餐的过程中，柳如烟不断为他夹菜，问他是否需要更多的食物。这种过度的照顾让贺川感到有些压抑。你不用这么操心我，我可以自己来。贺川轻声说道，试图缓和气氛。我只是想让你开心。柳如烟微笑着回答，语气中透着一丝焦急。我知道过去我总是忽略你，现在我想补偿这些。我知道你在努力改变，但如烟，你不需要这么做。我想要的是我们之间的自然相处，而不是这种刻意的付出。贺川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柳如烟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她低头看住自己准备的饭菜，内心充满了失落和无助。她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表现出爱意，却依然无法让贺川感到满足。我做的还不够吗？柳如烟低声问道，眼中闪烁着泪光。我真的已经在尽全力了，为什么我们之间还是这样？贺川看住他，心中一阵无奈与痛苦。他明白柳如烟想要挽回他，想要重新修补他们的关系，但这种过度的付出与焦虑只会让他感到更加负担。他不想伤害他，但也不想继续被这种关系压得喘不过气。如烟，我知道你在努力。贺川轻声说道，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感。但爱情不是靠付出多少就能衡量的，我们需要时间，需要让一切变得自然。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空间，也给自己一些空间。柳如烟听到这些话，心中充满了沮丧与自责。她低头不语，泪水悄然滑落。她的爱意与关心虽然真诚，却被过度的情感所吞噬，让她忽略了贺川真正的感受。她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最好，但事实却是她的行为让贺川感到压力重重。那一夜，柳如烟默默坐在窗边，凝视着外面的夜空。她深知自己无法改变贺川的心，只能慢慢学会如何放手与尊重他们之间的距离。她爱他，但这份爱已经让他迷失了自己。隔天，天空灰蒙蒙的，似乎预示着不祥的事件即将发生。贺川正开着车，准备赶赴一个重要的会议，车里的音乐轻柔流淌，让他短暂地忘却了生活中的压力与困惑。然而，他无法预料的是，命运正悄然改变他的生活轨迹。在路上，一辆大货车突然失控，直冲向贺川的车道。短短的几秒钟内，贺川几乎无法反应过来，刹车失灵，车辆猛然转向。一场可怕的车祸即将发生。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柳如烟恰好开车经过。他看见货车朝贺川的车子冲过去，心中顿时一片空白。他不再考虑任何后果，踩下油门，迅速冲向了贺川所在的方向。贺川！柳如烟声嘶力竭地喊住，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在他拼命的行动下，车辆终于减缓了贺川车子的撞击力度。柳如烟的车却被货车侧面撞上，猛烈的冲击力，他的车翻滚了几圈，最终停在路边。一片狼藉中，贺川惊慌失措地爬出车子。他迅速跑向柳如烟的车子，心中充满了恐惧与自责。如烟，如烟！柳如烟躺在车里，脸色苍白，鲜血从他的额头缓缓流下。他勉强睁开眼睛，微弱地看住贺川，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你没事就好。贺川的心猛地一颤，他紧握着柳如烟的手，眼中充满了痛苦与懊悔。如烟，不要说话，我会马上叫救护车。他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声音因焦急而颤抖。随着救护车的到来，柳如烟被迅速送往医院，而贺川一路上守在他身边，心中的自责与恐惧无法抑制。到了医院，柳如烟被直接送进了加护病房。他的情况危急，内部出血，需要马上进行手术。贺川站在手术室外，双手颤抖，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懊悔与自责。为什么他会这样？贺川低声自语，眼中含着泪水。他无法理解柳如烟为什么会如此不顾一切的救他，明明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变得这么复杂，他为什么还愿意舍命相救？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手术室的灯依然亮着。贺川焦急的来回踱步，内心的抗拒与爱意交织在一起。他想起过去的每一个瞬间，想起柳如烟曾经的忽视与自私，想起他最近的努力与改变。他真的变了，变得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我一直在抗拒他的爱，却忽略了他的真心。贺川喃喃自语，心中的悔恨如潮水般涌来。手术结束后，医生告诉贺川，柳如烟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她的身体仍然非常虚弱，需要长期的时间才能康复。
贺川松了一口气，眼泪忍不住从眼眶滑落。这一刻，他终于明白柳如烟对他的深情不是虚伪的表面努力，而是真实的爱与悔恨。他为我做了太多。贺川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坐在加护病房外，望着柳如烟虚弱的身影，内心的防线彻底崩塌。他开始反思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应该重新接纳柳如烟。他愿意付出如此多，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这让贺川无法再冷漠下去。当柳如烟从昏迷中慢慢醒来时，看到的是守在他身边的贺川。他握住他的手，眼中充满了歉意与感动。你为什么这么傻？贺川低声问，语气中带着一丝哽咽。柳如烟虚弱地笑了笑，轻声道，因为我不想再失去你。贺川的心再一次被触动，他深知柳如烟的爱已经超越了过去的一切，这份深情让他无法再逃避。柳如烟的睫毛轻微颤动，慢慢睁开了眼睛，病房里的白光刺得他有些睁不开眼，周围的仪器发出规律的哔哔声，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他虚弱地转过头，看到坐在病床旁的贺川，心中一阵暖流涌过。贺川，柳如烟的声音沙哑，带着些许哽咽，他的眼中闪烁出期待与依赖，仿佛担心贺川会离开他一般。贺川抬起头，看到柳如烟终于醒来，心中那块压抑许久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走上前，握住柳如烟的手，轻声说道，如烟，我在这里，你不用担心。柳如烟的眼神变得柔和，嘴角微微上扬，但她的眼神中依然充满了不安与焦虑。你不要离开我，好吗？我真的好害怕你会再离开我。贺川望住她憔悴的脸庞，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疼惜。如烟，我不会离开你了。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应该好好休息，不用再担心我。柳如烟的手指紧握住贺川的手，眼神中带着一丝挣扎，似乎在内心与某个秘密抗争。最终，她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住贺川，决定将自己埋藏多年的秘密告诉他。贺川，有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柳如烟的声音变得低沉而痛苦，眼神里闪烁着复杂的情感。贺川愣了一下，心中升起一丝疑惑。他安静地看住柳如烟，等待着她的话语。我的妈妈曾经很爱我的爸爸。柳如烟的声音微微颤抖，回忆似乎将她拉回了那段痛苦的过去。他们本来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但有一天，我的爸爸背叛了他，他有了外遇。贺川的眉头微微皱起，没想到柳如烟会突然提起他的父母。他继续听着，没有打断他。那个女人，爸爸的情人，竟然还跑到我们家里，当着我妈妈的面炫耀她怀了他爸的孩子。柳如烟说到这里，眼中闪过一丝悲伤和愤怒。我妈妈那时候完全崩溃了，她被那个女人刺激的疯狂。当晚，她杀了我爸爸和那个女人。这个事实如同重磅炸弹般炸响在贺川的脑海里。他从未听柳如烟提起过这件事，对她的过去知之甚少。他震惊的说不出话来，紧握着柳如烟的手也稍微一紧。他杀了他们之后，跳楼自杀了。柳如烟轻轻吸了口气，强忍住泪水，继续说道，在他自杀之前，他告诉我，永远不要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因为爱只会让你受伤，爱只会让你失去一切。贺川的心中翻江倒海，这个痛苦的秘密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终于明白，柳如烟过去为什么总是保持距离，为什么他不愿意对他敞开心扉，总是忽冷忽热，让他无法靠近。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害怕全心全意去爱你。柳如烟的声音开始哽咽，眼中泛住泪光。我害怕失去你，害怕有一天你也会背叛我，像我爸爸背叛我妈妈那样。所以我总是在感情上保持距离，以为这样就能让你一直追逐我，但我错了。如烟，贺川轻声唤她，内心的震撼无法言喻。我真的以为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但你选择了和我离婚。柳如烟的泪水终于溃堤，她的情感如洪水般宣泄而出。那时候我太骄傲，太不懂珍惜，结果我一气之下选择跟伊藤诚结婚，但我心里一直都希望你会来婚礼，哪怕在最后一刻你说一句跟我走，我也会毫不犹豫的跟你走。他哽咽的无法继续说下去，泪水不停滑落，他的痛苦和悔恨深深的刺痛住贺川的心。可是我得知你死了，我那时候才知道我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柳如烟低声抽泣，语气里充满了悔恨与痛苦。那一刻，我决定跟我妈妈走一样的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没想到我竟然重生了。贺川静静听着，心中五味杂陈。柳如烟过去的一切行为，现在终于有了解释。她的冷漠、疏远、反复无常，原来都是因为她内心深处那份埋藏已久的恐惧和创伤。这辈子我一直跟住你，是因为我太害怕再次失去你。柳如烟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住贺川，语气中满是恳求与无助。我只是不想再经历一次失去，我真的很爱你，贺川。贺川的心中被巨大的情感冲击住，他看住柳如烟那张充满痛苦的脸庞，明白他对自己的依赖与控制并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因为他过去的创伤。这个秘密终于解开，让他重新审视他们之间的感情。如烟，对不起，
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你。贺川轻声说道，眼中闪过一丝柔情与悔意。这一切都是我忽略了你的痛苦。我知道你做了很多错事，但我也明白你的爱是真实的。柳如烟听到这句话，终于忍不住痛哭出声，她的泪水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下。贺川没有再犹豫，他轻轻将她拥入怀中，让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我们都犯过错，但我不会再离开你了。从今以后，我们会一起面对所有的问题。柳如烟紧紧抱住贺川，感受到他温暖的胸膛，内心的冰冷终于被融化。她知道过去的一切终于结束了，未来他们可以一起重新开始。柳如烟的泪水逐渐停止，气氛开始变得宁静。她依偎在贺川的怀中，感受到他温暖的心跳，仿佛一切的痛苦与不安都随着泪水流逝。然而还有一个秘密，她一直没有说出口。现在她知道是时候告诉贺川全部真相了。贺川轻轻拍着她的背，内心依然在消化刚才柳如烟所说的话。这一切都让他震惊，让他重新审视他们的关系与过去的误会。他以为自己已经明白了所有的事情，但柳如烟接下来的一句话彻底颠覆了他的理解。贺川，还有一件事。柳如烟缓缓从贺川的怀抱中抬起头，目光中带着一丝挣扎与犹豫。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也重生了。贺川愣住了，他的眉头紧皱，目光充满疑惑。什么？你知道我重生了？柳如烟点了点头，神情中透着深深的悔恨与难以启齿的痛苦。我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要找你，但我很快就发现你也和我一样重生了。贺川的心中翻江倒海，完全无法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他和柳如烟重生的事实是他一直隐藏在心中的秘密。重生给了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也让他重新面对柳如烟和过去的伤痕。但他从未想过柳如烟早已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贺川的声音变得低沉，内心充满震惊与困惑。柳如烟轻轻吸了口气，艰难地开口，在我们重生后不久，我就注意到了你的行为，还有我们的对话中，有些事情其实还未发生。但你既然知道，代表你也重生了，只有重生的人才会知道。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不是唯一重生的那个人。后来我确认了，你也像我一样，回到了这个时间点。贺川感到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他以为自己一直是那个隐藏住秘密的人，没想到柳如烟早已洞悉了真相。这种反转让他感到难以言喻的惊愕，但同时也让他对柳如烟的行为产生了新的理解。你知道我重生了，为什么不告诉我？贺川的声音低沉，充满了不解。你为什么隐瞒这件事？柳如烟苦笑了一下，眼中泛起一丝无奈。因为我太害怕了，贺川，我害怕你会不再愿意接受我，害怕你会选择离开。过去我错失了太多机会，这一次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我想着，只要跟住你，不让你再远离我，也许我们就能回到从前。贺川沉默了，心中五味杂陈。柳如烟的每一个举动，他的过度依赖和控制，他无时无刻的追随，现在终于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他并不是单纯的害怕失去，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不想再错过任何挽回的机会。原来贺川低声喃喃，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他终于明白，柳如烟的过度关心与焦虑，其实来源于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悔恨。这种情感让他变得偏执，变得无法自拔。柳如烟轻轻握住贺川的手，眼中带着恳求与痛苦。对不起，贺川，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但我实在太害怕了。这次重生是我的唯一机会，我不敢再冒险失去你。贺川看住他，内心挣扎住。曾经他对柳如烟的所有行为感到压迫与窒息，甚至想要逃离她。但此时此刻，他终于理解了她背后的情感和动机。他看到的不是一个控制欲强烈的女人，而是一个因恐惧和过去的创伤深陷痛苦的灵魂。如烟，贺川的声音变得柔和，眼中带着温柔与理解。我不会再离开你了。我明白了你的痛苦，也明白了你为什么会那样做。柳如烟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与感动，她的嘴唇微微颤抖，忍不住再度潸然泪下。你真的不会再离开我了吗？贺川点了点头，轻轻将她搂进怀中。不会了，我们会一起面对未来，无论有多困难，我们都会一起走下去。柳如烟紧紧抱住贺川，感受到他温暖的拥抱，内心的恐惧与不安终于慢慢消散。他知道这一次他不再是孤独的，他的爱终于得到了回应。两人之间的误会终于解开，贺川的心也不再抗拒柳如烟的爱。他们互相理解了彼此的过去与痛苦，接受了对方的缺陷与脆弱，情感变得更加深厚。这一刻，他们不再是过去那对分崩离析的夫妻，而是两个在重生后寻求新的开始的灵魂。他们终于找到了彼此，也找到了属于他们的未来。柳如烟终于出院了，经历过那场重伤的康复后，她的精神和情感状态似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贺川知道，这次重生后的经历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彻底的改变。为了庆祝两人终于和好，贺川特地安排了一次约会，这也是他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约会。约会当天，
柳如烟显得格外紧张和兴奋。她站在镜子前，精心打扮，穿上了她最喜欢的黑色高跟过膝马靴，搭配一条紧身的牛仔短裙，黑色丝袜包裹住修长的双腿，为她增添了一抹神秘与性感。她最后穿上一件棕色皮衣，整体装扮既酷炫又有女人味。当柳如烟走出房门，贺川的眼神瞬间被她吸引住了。她的打扮与气质完美结合，散发出自信与魅力，让她一时间无法移开视线。贺川感受到了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吸引力。柳如烟的美丽与自信不仅让他心动，更让他感到一丝紧张。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贺川不由自主地赞叹道，眼中闪烁着惊艳的光芒。柳如烟微微一笑，眼中带着一丝狡黠与执着。你觉得我这样怎么样？是不是很适合我们的第一次约会？贺川点了点头，内心的悸动越发强烈。当然，非常适合。两人来到了市中心的一家高级餐厅，这里的气氛温馨而浪漫，烛光闪烁，低声的音乐为他们营造了一个理想的约会环境。坐下后，贺川点了几道柳如烟最喜欢的菜，而柳如烟则微笑着看住他，眼神中透露着对他无尽的关注。晚餐进行得很顺利，柳如烟的每一个举动都表现得既自信又自然，但她那种细腻而又稍显病娇的爱意，始终让贺川感受到一丝无形的压力。他的目光总是紧紧锁定住她，仿佛不愿错过她脸上任何一丝表情的变化。贺川，你知道吗？今天的约会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柳如烟轻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低沉的柔情，眼神却依然充满了占有欲。我知道，对我来说也很重要。贺川微笑着回答，心中同时感受到甜蜜与紧张。我总是担心这一切只是梦一场，重生后我一直害怕再次失去你，害怕你会再一次选择离开我。柳如烟低头轻轻抚摸住他的酒杯，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情感波动。但今天我终于能够感受到你真的在我身边。贺川沉默片刻，感受到柳如烟的爱意如此强烈。他知道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恐惧，而这一切的爱与焦虑交织在一起，让他变得比过去更加病态执着。但他同时也看到了他的改变，看到他的坚定与决心。柳如烟不再是那个让他感到冷漠与疏远的女人，而是一个愿意全心付出、为爱拼命的伴侣。我在这里，不会再离开了。贺川轻声说道，握住他的手，目光中带着真诚与温柔。柳如烟听到这句话，心中一阵悸动，她抬起头，眼中闪烁着深深的爱意。贺川，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他的声音温柔却又带着一丝执着，让贺川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难以形容的情感。他知道柳如烟的爱已经超越了普通的范畴，她的依赖与执念依然存在，但这一次，这份爱是基于深刻的理解和悔悟。晚餐结束后，两人漫步在灯火辉煌的街道上，柳如烟挽住贺川的手臂，黑色的高跟马靴在街道上发出轻微的声音，映衬着她那自信而优雅的步伐。她的头轻轻靠在贺川的肩膀上，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今天的夜色真美，柳如烟轻声说道，目光落在星空下的街道上，眼中满是柔情。是啊，今晚真的很美。贺川微笑着回应，他心中不再有过去的压力与困惑，反而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平静与幸福。他们一起走过了重重的考验与痛苦，重生给了他们再次开始的机会，而这次的约会成为了他们新的开始，象征住两人将携手走向未来。柳如烟的爱虽然带着执着与占有欲，但她的改变与努力让贺川感受到这份爱的真诚。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柳如烟的病娇与自信交织住，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让贺川再一次被她深深吸引。他们之间的互动不仅充满了甜蜜，还有一丝紧张与悬念，正是这种微妙的情感张力，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真实而深刻。约会结束后，夜晚的微风带着些许凉意，柳如烟和贺川并肩走在公园的林荫道上，树影随着灯光摇曳，四周的景色显得静谧而浪漫。两人沉浸在这份宁静中，但柳如烟心中却悄悄打起了小主意。她故意放慢了脚步，然后突然假装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下，身体摇晃了一下，嘴里发出一声惊呼，哎呀！贺川立刻反应过来，惊慌失措的伸手扶住她，小心，你没事吧？柳如烟趁机顺势靠在他身上，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抬头看住贺川，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好像没事，不过你刚刚那么紧张，是不是很在乎我？贺川一愣，随即明白他是在故意逗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原来你是在玩我啊，你故意的吧？柳如烟看到贺川的笑容，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眼睛弯成了月牙状。你怎么这么快就看出来了？本来还想让你再多担心一下的。贺川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却被他这样的小把戏逗得开心。他轻轻捏了捏他的鼻子，语气里带着笑意，你啊，真是让人操心的小精灵。柳如烟故作委屈地嘟了嘟嘴，随后抿嘴一笑，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神情。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更有趣吗？贺川摇了摇头，无奈中带着一丝宠溺，你就是这么调皮，不过这种小心机还真让我有些招架不住。柳如烟听到这话，眼睛一亮，内心窃喜。
他挽住贺川的手，故意靠得更近，嘴角带着一抹狡黠的笑容。那我下次可要想些更厉害的招数了，让你永远离不开我，永远离不开你，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吗？贺川笑着打趣道，语气中满是轻松与温柔。我早就打算永远不离开你了。柳如烟听到这句话，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心里不禁甜得发慌。她轻轻拉着贺川的手，轻声说道，那你可要记住你说的话，这辈子不许再离开我。我答应你。贺川点了点头，目光中带着真挚的承诺，永远不会再离开你。就在这时，柳如烟突然又故意装作站不稳的样子，再次哎呀一声，差点跌倒。结果这次贺川已经看穿了他的小把戏，嘴角含笑地说，这次可不会再上当了。柳如烟被戳穿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角都沁出了泪花。你这次竟然不上当，真是狡猾。贺川也跟住笑了起来，两人的笑声在宁静的公园里显得格外轻快。这种互动充满了甜蜜与愉快，让两人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深厚。随着笑声渐渐停歇，他们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望着远处的夕阳缓缓落下。天边的云彩染上了金红色，杭福为这一刻披上了最美的色彩。柳如烟轻轻靠在贺川的肩膀上，声音变得柔和而温暖。贺川，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和你一起重新开始，每次看到你笑，我都觉得幸福极了。我也是，看到你这么开心，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贺川低声说道，轻轻揽住他的肩膀，感受到他的温度。他们静静地坐在一起，看住夕阳渐渐沉入地平线，心中充满了甜蜜与幸福。柳如烟轻声问道，贺川，你真的会一直和我在一起，不会再离开我吗？贺川微笑着点了点头，语气坚定，我答应你，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柳如烟的嘴角扬起了一抹满足的笑容，心中彷佛被幸福填满。她轻轻握住贺川的手，目光中带着无限的期待与爱意。那我们一起许个愿吧，让我们的承诺永远不变。他们在夕阳的余晖中缓缓闭上眼睛，默默地许下了这个属于他们的承诺。这一刻，两人的心紧紧相连，没有过去的伤痛，只有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柳如烟的病娇与可爱交织，让贺川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魅力。他的爱不再是单纯的占有，而是充满了真实的情感与理解，这让贺川更加珍惜他们之间的每一刻。夕阳下，他们的爱情在笑声中变得更加深厚。他们知道，未来无论有多少挑战，他们都会一起面对，永远不分开。自从重生后的和好，柳如烟和贺川的生活变得充满了甜蜜与温馨。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天都充满了爱意与默契。过去的误会与伤痛逐渐被他们现在的幸福所取代，两人共同享受着这段充满趣味的生活。某个周末的早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柳如烟早早的醒来，看到贺川还在熟睡，她轻轻靠近，忍不住伸出手，悄悄抚摸住他的脸颊，眼中满是爱意。你今天睡得好安稳吗，贺川？柳如烟低声说道，嘴角扬起一丝微笑。她想到了一个小计谋，于是偷偷溜下床，走进厨房，准备给贺川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厨房里，柳如烟小心翼翼地翻炒着食材，但她很快遇到了一些麻烦，煎蛋的时候油溅了出来，吓得她惊呼一声，哎呀！这一声惊呼惊动了还在熟睡的贺川，他急忙赶到厨房，看到柳如烟手忙脚乱地站在炉子前，满脸无奈。你在做什么？这么早就开始折腾？柳如烟看到他，脸上露出了些许尴尬，却故作镇定地说，我想给你做早餐，结果你看，差点被油喷到了。贺川看住他，无奈中带着一丝宠溺，忍不住笑了出来。你还是坐下来休息吧，我来帮你吧。不要，我可以自己来的。柳如烟顽固地说着，却不小心又让煎蛋滑出了锅，跌落在灶台上。他顿时露出无助的表情，忍不住瞪了贺川一眼。庞福在说，都是因为你在我旁边，我才这么笨拙的。贺川哈哈大笑，走过去温柔地拍拍他的肩膀。好了好了，我来吧，不然我们今天可能都吃不上早餐了。柳如烟嘟起嘴，但最后还是让贺川接手了厨房。看住他熟练的翻炒、煮粥，他心中既有一丝嫉妒，又感到无比的幸福。他喜欢这样的互动，让他感受到两人之间的默契和爱意。你怎么这么厉害啊？还会做饭？柳如烟坐在桌边，看住贺川忙碌的背影，忍不住问道。以前没有人照顾我的时候，我可都是自己做饭的。贺川笑着回答，语气里满是轻松。那现在有人照顾你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可以偷懒了？柳如烟半开玩笑的说道，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照顾我？是我照顾你才对吧？贺川调侃道，端住2盘煎蛋和一碗热腾腾的粥走过来，放在桌上。两人一起吃着早餐，柳如烟忍不住吐舌头。我本来还想给你一个惊喜的，结果反而让你笑话了。贺川轻轻握住他的手，笑着说，没关系，你的心意我收到了，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做饭，这样不会出什么意外。柳如烟微微一笑，心中充满了幸福与满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小插曲与惊喜。两人一起去逛街，柳如烟总是会故意拖着贺川进每一家他喜欢的小店，让他帮他挑选衣服和饰品。
每当贺川表示太多了，柳如烟就会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你不喜欢陪我逛街吗？还是你不想跟我在一起？贺川无奈的摇摇头，心甘情愿的陪住她，却也乐在其中。每当他嘟嘴撒娇时，他的心里总是感到甜蜜。柳如烟的病娇性格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而他也学会了如何给予她足够的安全感，让她感到被爱与珍惜。有时候，两人会在家里玩一些小游戏，互相开玩笑。贺川总是故意输掉游戏，让柳如烟开心的惩罚他，然后两人一起哈哈大笑，感受到生活中无尽的快乐与甜蜜。你真是个坏蛋，老是让着我。柳如烟笑得喘不过气，坐在沙发上拍着贺川的肩膀。我哪敢惹你这位大小姐呢？贺川笑着回应，眼中满是温柔。这样的互动让他们的感情越发深厚，每一天都仿佛是一场新的冒险，充满了惊喜与快乐。贺川逐渐习惯了柳如烟的病娇性格，也更加欣赏她的真实与可爱。她不再是过去那个让他感到疲惫的女人，而是一个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的伴侣。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柳如烟和贺川的感情变得更加稳固。他们一起分享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无论是简单的日常还是小小的趣事，都让他们感到无比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柳如烟和贺川的生活充满了爱与默契。他们不仅一起度过了重重考验，还在日常中分享了无数甜蜜与快乐的时光。然而，随着感情日益加深，柳如烟心中开始萌生了一个更大的愿望，她渴望与贺川拥有更深的连结，走入婚姻的殿堂，并携手共度余生。某天，柳如烟决定在一次特别的约会中向贺川表达这个愿望。她精心策划了这一切，挑选了一个浪漫的湖边餐厅，这里是他们曾经最爱去的地方之一。柔和的烛光映照在湖水上，微风轻拂，让整个气氛显得格外浪漫。晚餐结束后，柳如烟显得有些紧张。她平时总是充满自信，但今天面对即将到来的重要时刻，她的心跳不禁加快。她深知这将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向贺川求婚。贺川，柳如烟轻声唤他，目光中带着深情与期待。贺川抬起头，看到他眼中的闪烁，心中一阵悸动。怎么了？你今天看起来有点不一样。柳如烟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鼓起勇气，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她走到贺川面前，双膝跪地，打开了盒子，里面是一枚闪亮的戒指。贺川，柳如烟的声音微微颤抖，却满怀着坚定的爱意。我知道我们经历了很多，也曾有过误解和错过，但这些日子里，我愈发明白，你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我都希望能和你一起走下去，携手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贺川看住柳如烟跪在他面前，眼中闪烁着惊讶与感动。他从未料到柳如烟会主动求婚，这个一直以来带着一点小骄傲和倔强的女人，如今竟如此勇敢地表达了她对未来的期待。我知道我过去犯过很多错，但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失望。柳如烟的语气变得柔和，眼中带着泪光。贺川，你愿意娶我吗？让我们一起度过接下来的每一个日子，不再分开。贺川的心中被深深触动了，柳如烟的话语直击他的内心。看住他如此真诚而勇敢地向他求婚，他的心中充满了幸福与温暖。他知道柳如烟已经彻底改变，他的爱已经变得无比深刻与纯粹。如烟，贺川深吸了一口气，眼中同样泛出泪光。他走到柳如烟面前，轻轻将她从地上扶起，并握住了她的手。我从没想到你会这么做，贺川低声说道，语气中带着惊讶与感动。但我知道，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你是我无法失去的人。柳如烟的泪水再也无法控制，泪珠一颗颗滑落，她轻声啜泣，却带着幸福的笑容。那你愿意娶我吗？贺川轻轻笑了笑，然后点了点头。我愿意，柳如烟。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我们都会一起走下去。柳如烟激动地将戒指套在贺川的手指上，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此刻，所有的过去已经随风消散，剩下的只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承诺。他们的心紧紧相依，感受到彼此生命中的重要性。我爱你，贺川。柳如烟轻声说道，目光中满是深情。我也爱你，柳如烟。贺川低声回应，双手轻轻抚摸住她的脸庞，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在这浪漫的夜晚，柳如烟和贺川许下了他们的未来承诺。这次，他们不再分离，不再被过去的阴影所困扰。未来，无论有多少挑战，他们都将携手面对，成为彼此的伴侣，永远守护对方。在经历了重重波折后，柳如烟和贺川终于再次确认了彼此的心意。他们决定携手走向婚姻的殿堂。这次的婚礼不再是过去那样充满悬念与遗憾，而是一场充满爱与真挚的承诺。婚礼当天，天气晴朗，阳光洒在大地上，为这个特别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温暖。柳如烟和贺川选择了一个简单而温馨的场所，一片开满花朵的花园。这里没有过度奢华的布置，只有亲密的亲友围绕在他们身边，见证这一神圣的时刻。柳如烟身穿纯白的婚纱，缓缓走向等待着她的贺川，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眼中闪烁着无比的期待与爱意。贺川则站在祭坛前，身穿一身得体的西装，望住他一步步走来，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感动。当他们的目光交汇时，时间仿佛停滞了一瞬间。这一刻，他们的内心再无任何迟疑，只有深刻的爱与承诺。他们知道，今天是他们全新人生的开始。贺川，柳如烟走到贺川面前，轻声唤他，眼中闪着泪光，但嘴角却带着微笑。今天终于来了。是啊，这一切都值得了。贺川也微笑着回答，握住了他的手，感受到他的温度。婚礼的仪式简单而真诚，亲友们静静地看着这对新人，心中满是祝福。柳如烟和贺川面对着彼此，双手紧握，誓言缓缓从心底流出。柳如烟，贺川深吸了一口气，望着他的眼睛，语气中带着无限的深情。我承诺，无论未来有多少风雨，我都会陪伴在你身边，永远守护你，珍惜你。我知道我们的过去充满了波折，但这一刻，我只想与你携手共度余生。柳如烟眼中闪过一丝泪光，心中满是感动与幸福。贺川，我也承诺，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我都会站在你身边，支持你，爱你。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么多，我相信未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一起度过。在众人的祝福声中，他们交换了戒指。柳如烟轻轻将戒指套在贺川的手指上，微笑中带着无尽的爱意。而贺川也将戒指温柔地套在柳如烟的指尖，象征住他们的爱与承诺。我爱你，柳如烟。贺川低声说道，语气中带着坚定的承诺。我也爱你，贺川。柳如烟轻声回应，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在婚礼的最后，贺川轻轻搂住柳如烟，亲吻了她的额头。他们的爱情在这一刻得到了见证，所有的亲友都为他们鼓掌祝福，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随后的婚宴上，气氛更加轻松愉快。柳如烟和贺川一起和亲友们分享了这一刻的幸福，两人的互动中充满了甜蜜与默契。柳如烟那鬓角中带着可爱的个性，让贺川更加珍惜她，而贺川的包容与理解，也让柳如烟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你知道吗？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柳如烟轻声对贺川说，脸上洋溢住满足的笑容。对我来说也是。贺川握住她的手，轻轻在她耳边低语，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会一起度过。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柳如烟靠在他的肩膀上，感受到他温暖的怀抱，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他们的爱情不再是过去那样的悬而未决，而是充满了坚定与信念。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他们都相信，只要彼此相爱，就能走过一切。夕阳缓缓落下，天边的云彩染上了温暖的橘色。柳如烟和贺川并肩站在花园里，望着远处的天际，手牵着手，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无限期待。这是他们幸福的开始，也是他们携手共度余生的承诺。从今天起，无论风雨，他们都将永远在一起，共同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全文完。